2026年7月16日，英国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走完最后一道程序，正式生效。有着160多年历史，支撑着英国军工、造船、基建大半业产业链的中国建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被整体收归国有。建业公司6年砸了超12亿英镑，折合人民币110多亿。英国政府开出的补偿价不到1亿英镑，12亿进去，1亿出来，9成全白送。大家好，我是甜甜，今天聊一个发生在7月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一艘军舰、一枚导弹，而是一份法案，一份英国会议用6个半小时火速通过的，专门为中国一家民营企业量身定下征收法案。先回到2019年。那一年，英国钢铁行业彻底陷入绝境。拥有160多年历史的英国钢铁公司，是英国本土仅剩的核心钢铁产能。斯肯索普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能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失去它们，英国将成为 G7 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但它已经连续9年亏损。账面负债高达 8.8 亿英镑，资金链断裂，生产线濒临关停，数千工人面临失业。英国政府慌了，满世界找买家。德国的钢铁巨头来看了，走了；法国人来了，走了；日韩资本看都不看。英国本土企业躲得远远的，全欧洲没人愿意跳进这个无底洞。当时这家老牌钢厂有一个公认的标签，没人要的烫手山芋。2020年3月，中国河北建业集团站了出来，以约5300万到700万英镑的价格接手了英国钢铁公司100%的股权，包括所有债务和烂账。建业公开承诺，未来10年持续投入12亿英镑，翻新老旧设备，升级低碳生产线，绝不裁员，稳保就业。那时候的英国是怎么对待建业的？官方高层亲自站台，媒体集体吹捧，把中企称作拯救英国工业的白衣骑士，把这笔交易吹成中英经贸合作的典范。3200个英国工人的饭碗保住了，英国北部的钢铁产业链续上了命。6年，建业投了12亿英镑，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呢？收购刚完成，欧洲能源危机全面爆发。英国电价、燃气价格暴涨数倍，再加上当地严苛的环保碳排放政策，钢厂运营成本飙升到离谱的水平。公开数据显示，那段时间这家钢厂每天固定亏损70万英镑，一年亏损超过 2.5 亿英镑。从头到尾，英国政府没有补贴1分钱，没有一项政策倾斜。所有亏损、所有资金缺口，全部由建业集团从国内抽调资金，硬生生填平。一边填窟窿，一边改造厂区、更新设备、完善码头配套、升级能源回收系统，还要稳住3200名英国工人，按时发薪、足额纳税。换做任何一家西方企业，早就关停跑路了。建业硬生生扛了6年。然后建业做了一件任何正常企业都会做的事，止损自救。为了摆脱亏损，建业拿出了一套成熟低碳转型方案，淘汰100年老旧高炉，新建环保电葫芦，适配英国的碳中和政策。这套方案既能帮英国完成环保指标，又能让钢厂实现长期盈利。按照英国本土政策，这种绿色转型本该享有产业补贴。建业申请了，可英国政府一口回绝。建业说，那我自己关停亏损高炉，收缩产能，这是合法合规的正常营业行为。英国的回答是，不准关，如果你敢关，我就收了你。2026年4月，英国议会法定休会期间，官方强行紧急召回全体议员，短短6个半小时，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火速通过了，剥夺建业集团对英钢的经营决策权。英国普通法案动辄审议数月甚至跨年，而这份专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制的掠夺法案只用了6个半小时，创下了英国史上最快立法纪录。
法案条款简单粗暴，强制钢厂必须无条件维持高亏损产能，不许关停，不许收缩。企业一旦拒绝，政府直接强制接管全部资产和经营权。企业钢管拒不配合，将面临刑事追责。翻译一下，你愿意亏就继续烧钱干活，你不愿意亏想自保，我就用法律把你的资产变成我的。这不是商业谈判，这是明抢。2026年7月16日，英国彻底摊牌，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正式失效。敬业集团6年投入了100亿资产，改造的设备、经营权、收益权一夜归零。英国的白衣骑士变成了英国法律文本上的被征收人。我们从双方立场分析一下。第一，英国政府的国家安全理由不是完全捏造。斯肯索普的2座高炉确实是英国仅存的原生钢产能。如果敬业关停它们，英国在机器中将失去独立钢铁供应能力，其中军舰装甲、潜艇外壳、桥梁、钢梁全部都要依赖进口。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对此感到焦虑，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第二，敬业计划关停高炉也是事实，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不是合法经营行为，这是在动摇国家战略资产的根基。从英国的立场出发，他认为自己在做的不是抢劫，是救亡。尽管这种救亡的成本全部转嫁给了中国企业。第三，国有化在国际中并非天然非法，主权国家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外国资产，前提是给予充分、及时、有效的赔偿。问题从来不在能不能收，而在收了之后怎么赔。英国选了赔不到1/10，这就不是征收了，这是抄家。12亿英镑投进去了，英国赔了不到1亿。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原话是：赔偿金额独立评估确定，若有才需支付。若有财富这4个字翻译成大白话，我抢了你的东西，我还要先评估一下你值不值得我赔钱。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此评价是：这是他执政以来最自豪的事。敬业集团已依据中英双边投资协定启动磋商程序，保留国际仲裁权利。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分别发表声明，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督促英方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最讽刺的不在赔偿，而在后续。英国政府接管钢厂之后，经营状况比中方运营时更差。接管短短9个月，已经亏掉了3.77亿英镑，日均亏损从70万飙升至130万英镑。截止2026年6月，累计亏损突破6亿英镑，全部由英国纳税人买单。当初嫌弃终止止损，强行抢夺资产，结果自己接手亏得更惨。当初不肯给中企一份补贴，如今全民掏钱填补窟窿。预计到2028年，英国纳税人为这场国有化买单的总成本超过15亿英镑，这是什么离谱的操作？这个故事不是一家中资企业的损失，它给所有出海的中国企业上了一课，而且这堂课不是第一次上了。TikTok 被美国国会立法围堵，华为5G 被欧洲各国以国家安全名义排除，中资猎企在印尼被三板斧逼走。现在轮到敬业，从高科技到传统制造业，从美国到欧洲到东南亚，同一个剧本反复上演。你来接盘的时候是白衣骑士，你想止损的时候是安全威胁。欧美企业出海投资，全球各国要敞开大门优待，给补贴，给政策，保权益，亏损了由本国政府撑腰维权，赔偿一分不少。可一旦中国资本进入西方的实体实业，哪怕全程合规经营，主动承担就业和社会责任，也会被扣上安全风险的帽子。市场不景气，需要接盘兜底的时候，就喊合作共赢。产业回暖，资产值钱之后，就修改法律，定向收割。如果你试图止损，你的止损行为本身就是下一个被征收的理由。这一套操作有一个通用的剧本，先用市场化话术把你请进门，再用行政手段把门锁死。
西方的规则从来不是公平的规则，是护短规则，保护的是他们的资本，不是你的。兴业集团不是第一家被这么对待的中国企业，也不会是最后一家。但英国政府用6个半小时的专属法案定向征收12亿换1亿的赔偿法案，把契约精神4个字撕得比那2座高炉的烟囱还干净。当英国首相拍着胸脯说这是我执政以来最自豪的事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说出的不是一个政策的成功，而是一个国家信用破产的宣言。全球的投资者都在听，未来的任何一个外国企业在考虑把真金白银砸进英国的时候，都会想起2026年7月16日这一天，一份6个半小时火速通过的法案，12亿英镑换不到1亿的赔偿。一位说最自豪的首相，这个故事讲的是英国，但所有出海的中国企业都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风险提示。农夫与蛇不是童话。好，这期就聊到这里，我是甜甜，我们下期见。